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菩萨游戏人间啊。学佛的人常常讲菩萨游戏人间呢，这句话蕴藏着很深的佛理。游戏人间不是指在玩世不恭或态度随便呢，而是指觉者或智者在世间自在行道的境界啊。佛教经典中跟许多人的一代高僧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他们在人间行菩萨道啊，即使面对种种的烦恼境界跟各种磨难及考验却依然能够自在无碍啊，慈悲喜舍啊。如果不是具备这种菩萨游戏人间的精神，哪能够度化众生跟解救众生啊？观世音菩萨就是入苦海而自在，是菩萨游戏人间的最典型的象征啊。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嘛，他不住于空寂涅槃而选择留在人间入娑婆世界救苦众生他的游戏不是玩乐而是以慈悲为乐以救苦为愿所以普门品里面说因以何身得度者，则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世间的人群中跟千变万化之中要能够灵活现身，自在度众那这个就是游戏人间的极致表现那地藏菩萨也是一样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选择最苦的地方去游戏那最苦莫过于地狱这个地狱也不是死后才有活着的时候就有了，叫做现象地狱那地藏王菩萨不被恐惧跟疾苦所动摇人以愿力为乐所以他也是在人间跟地狱之间自在行道的典范那维摩诘居士也是非常了不起，他只是一个在家居士不是出家人但智慧却深不可测甚至超过佛陀的10大弟子他不但是在家菩萨更是游戏人间的典范，因为他以并示现真实法去教化佛陀那些声闻弟子们不但不被名利所诱惑，反而利用自己的身份跟地位去行菩萨道何谓佛国净土？随其心净，则佛土净那这一句话把众人的执着打破。什么执着就是不执着于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执着于东方琉璃净土其实东方跟西方都只是个代名词而已真正的净土不在天边，而是在眼前因为心净则佛土净嘛。心净的话，当下就是净土了。相反的，心不清净，即使身处西方那心也会是在西方秽土，不是净土所以是存乎一心那做菩萨就要不为功德而做功德不为度人而度人如果是为功德而做功德那就很可能没有功德，即使有也是有漏的功德因为你着相了吗？有所求了吗？如果是为度人而度人，那很可能无法度人，因为有所求的度人也会有得失的烦恼太刻意就无法平常心的失去平常心就是落入外道了因为平常心是道。早期慈济有一本《随师行记》里面有一段记载那个证严上人自己的自述上人就说到人间跟地狱，地狱跟人间，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等等等，后面很长但这一段是重点从这一句话里面可以了解，原来证严上人自己也是游化在人间跟地狱之间而且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所以证严上人也是倒驾慈航，在娑婆世界游戏人间其他例如已经圆寂的星云大师、圣严大师、净空法师等等，这些高僧大德在人间办教育、办道场、弘法利生
他们不是远离尘世啊，而是在尘世中教化人心呢。这些高僧大德都有一个共通点呢，就是面对赞叹跟误解，都是保持心平气和、随缘自在，也就是刚刚讲的平常心啊。因此，他们是行于世间，不着世间；入世而不染世啊，入尘而不染尘啊，都是菩萨游戏人间的实践者啊。其实做志工也是在做菩萨因为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啊，自己来啊，对不对？志工在灾区、医院、监狱跟贫苦的暗角行菩萨道。有苦的人走不出来，有福的人就走进去了。现在这个光复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青鱼也是一样啊，有苦的人走不出来啊，有福的志工就要走进去啊。如果自认为自己是有福的人，就有能力去走进苦难深处啊。如果认为自己是很苦的人啊，那就是苦难的众生的啦。当然只好等着被救啊。有些人即使自己现在很苦，但他不会怨天尤人，他也不会苦中作乐反而是投入修行用智慧找出苦的来源，并且用智慧把吃苦变成进补。苦尽甘来之后呢，再对大家苦中说法把这个功夫就不简单了因为他能够以苦为师啊，他也能够见苦知福啊。所以他能够苦而不怨还警惕自己要知福惜福呢，再造福啊。那这种态度也是一种游戏人间清安自在，游化人间游而不游例如刚刚讲这个花莲堰塞湖溢流造成大灾难台湾数以万计的这个菩萨自地涌出从表面上看，这些志工军人警消，大家忙着清淤、搬运、协调、送物资等等。然而，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他们是在苦中行愿，见苦知福他们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而是在闻声救苦，随处起行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一听见灾民有苦，连假也不休啦中秋也不休。国庆也是连假，也没有休，很多人就立即行动现身去救国外媒体也大肆报道，这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也是现代版的菩萨游戏人间就是刚刚讲的入人群而不染尘遇苦难而不退心生命中如果要游戏人间抛开烦恼，到处潇洒走一回了。就是要学习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不同的剧本，演完之后再继续换演其他角色。就好像白天虽然是公司董事长晚上回家还是要扮演儿子的大玩偶白天虽然是统帅千军的将领晚上回到家还是要处在一人之下董事长回到家如果继续扮演董事长的角色，或将军回到家还要继续操兵，那这种剧情肯定是很难再看下去的是吗？对。其实游戏人间的这种修行心态，跟小丑的角色是十分相似小丑在舞台上表演逗趣让人欢笑，其实就是在努力扮演自己在舞台上的角色他必须全神贯注，演什么就要像什么，让观众们产生共鸣带来欢乐这样才算是称职小丑是这样，一个好演员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小丑伟大的地方是什么？有时候明明心情很不好，他还是要收拾起低落的心情，强颜欢笑，去扮演逗趣的角色却又要演的精彩叫座这种心境的转化很不简单游戏人间如果能以潇洒自在来形容，那小丑的角色应该离伟大不远小丑有一首歌嘛那歌词里面是这样子写是多少磨练和多少眼泪才能够站在这里，失败的痛苦
成功的鼓励，有谁知道这是多少岁月的累积？小丑小丑，是他的辛酸化为喜悦，呈现给你。小丑在舞台上起幕时把欢乐带给别人，落幕时把孤独留给自己啊。表面上是嘻嘻哈哈，自娱于人呐，其实是他把泪水融在笑容里呀，是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啊。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人性至情呢，也是一种功夫哦。因为要这样的自在游戏呢，它需要有忍的功夫哎。无论是收拾起悲伤的心情而展露欢颜呐，或压抑着兴奋的心情不得意忘形呐，这两个都是属于忍的美妙境界嘞。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忍住伤悲啊，以免让自己陷入悲情的这个困境里啊。有时候也需要忍住极乐啊，怕乐极生悲嘛，所以要忍住极乐啊，以防自己在顺境中迷失啊。那很多人都以为忍是一种消极处事之道，是不得已才要忍嘛，不是这样子哦。忍甚至是忍辱，是佛法六度波罗蜜里面的第2度哎，是积极的修行法门之一哎。它就是要我们学习，不但要忍逆境，还要忍顺境。忍逆境难，忍顺境也是不简单呐。小丑如果没有忍耐心情不好的功夫，他就无法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欢笑带给别人啊。这个就是对别人娱乐拔苦，对自己是什么放下身段，牺牲我相，没有我相了嘛？对，不简单呢。那小丑不论自己是身处顺境或逆境，他一旦上台，他只有一种心境呢，那就是什么？情不自禁啊。唯有如此，他才能够尽情发挥啊，让众人陶醉在欢乐的情境里啊。要这样，他就要暂时忘却过去，而演好当下。痛苦中不让自己感觉痛苦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那要在痛苦中展现欢笑，并且把欢笑带给别人，那这个更是不简单了哦。人生难免有陷入困顿之时啊，但还是要提醒自己啊，在悲伤中要展现笑容，在痛苦中没有悲观的权利啊。这个就是游戏人间的心态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如果要逆来顺受，顺来看破，有时候不妨学习小丑的精神啊。什么精神？能随时收拾起伤悲，把握人生舞台演出的每一个当下。虽然说小丑是在演戏，但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演久了就像人生，人生久了那也只不过是一出戏。被人事问题纠缠而心有千千结，这也是很烦恼的事情啊。但只要去想到，哎呀，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啊，告诉自己每天早上一出门就是开始演戏咯。那不管是演喜剧还是演悲剧啦，晚上回来戏演完了就下台了，不必再去回忆，因为这只是在演戏而已啊。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能够继续往前迈进啊。如果很清楚自己是在演戏哦，那就比较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啦、你我啦、是非等等的影响而烦恼，对不对？心念能够这样的一转，就是看起来问题很艰深，但是答案很简单哦，不是吗？要练就这样的功夫，就要学习《金刚经》里面的一句名言啊，大家都朗朗上口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就是不执着啦，不染着的意思啦，也就是不被境界牵着鼻子走。那生其心，就是仍然还积极行善，度众，起慈悲心。看起来在做事，其实心不着事相；看起来是在入尘，其实心不染尘；看起来是在游戏，其实是在度众。这样的游戏人间，是以自在无碍之心行菩萨道啊，这个才是《金刚经》所说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刚开始学习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啊，但是时间久了呢，
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看作像梦幻一般在演戏啊。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那就会很用心的演好目前的角色啊。今生今世如果扮演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角色，那代表前世我们写好了幸福快乐的剧本啊。前世种下了好命的因，今世就是扮演好命的角色嘛。同理啊，今生如果此生如果是行善造福、广结善缘，那善业偏多嘛，来世就是扮演善男子、善女人的角色啊。相反的，这辈子作恶多端或折福造业的，来生就要扮演命运乖戾啊、人生坎坷的角色啊。所以今生今世所累积的一切业力造作呢，就是在为来生写剧本啊。这个就是因缘果报观啊。因为剧本是因，角色是果，要演什么角色，就要先写出什么样的剧本。一旦拿到剧本，不论角色如何，我们唯有尽心称职的去演好自己的角色。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用心演好，就是继续为来世写好另一出好的剧本啊。那剧本不好呢，更要靠演技把它演得精彩。演戏虽然不是真的啦，但借假修真啊，假酒也会成真啊。其实台上演戏是假的啦，台下人生是真的啦。不过如果没有台上的真，对不起，台下对不起，我们对话。其实台上演戏是假，台下人生才是真。如果没有台下的真，哪来台上的假呢？是吗？所以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无假不成真，无真不成假。所以人生很多事情要学习看淡看开啊，才能自在无碍的潇洒走一回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菩萨游戏人间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